没关系，再来一个。多谢。不客气。韦妙阁那个女弟子说的话是假的，她也被小维骗了。你是在李茂手里发现符咒的吧？没错。若真像那个女弟子所说，是求符之人将符撕毁，那符咒怎么会在李茂手里？我跟姐接了韦府之前，已经调查过那3名死者，他们死时手里都攥着姻缘符。所以，真相是中符之人私符才会受到反噬。刚刚韦青的死也证明了这一点。也就是说，李茂是自己私符而死的。你竟然拿这种脏东西骗我！骗我！中了姻缘符的人，其心会慢慢被符中的狐媚咒侵蚀，而一旦符咒被毁，中符之人就会心痛难耐而死。只有小维知道了真相，也就是他调转了姻缘符，他想要韦青死。想抓小维的人齐聚韦府，你又设下了保护结界，再加上寒冰诅咒的关系，他不敢贸然使用法力。但他又想要弄死韦青，只能利用姻缘符当中的反噬诅咒。寒冰诅咒真正的名字叫无尽咒，所有被判无相月者，永生永世都会被无尽咒追逐。无尽咒？你不是在士林宗看过很多书吗？没听过？我有时候比较贪玩。有时候就牛嘴。无尽咒是无相月最严酷的一种惩戒手段。世人常把月光比喻为水，比喻为霜，比喻成雾，而无相月的成员便以雾、露、雪、霜、冰作为行走世间的信使。只要我们触犯惩戒，月光便会化作我们的信使，永生永世追逐我们。只要月光照得到的地方，无尽咒都能抵达，不死不休。小维的姓是冰，所以追击小维的是寒冰诅咒。一旦被追上，便会化作寒冰，粉身碎骨。那你呢？露，露水的露。我的名字叫陆无一。好听，记住了。小维只要不使用妖力，便不会被寒冰诅咒锁定。但有一种情况例外：月圆前后，月光最强，月力最盛。就算小维不使用妖力，也会被无尽咒感应。所以，他只能藏进阴暗之所，躲避月光。哎，昨夜15，今夜16，那就是说15的月亮16圆。我跟姐姐赶回来，就是为了欣赏今晚的月色。想必一
一定很美。留下来，又不说话，在想什么？我在想你。哦，原来是在想我。我在想你，竟然还敢回来。那我要是不回来呢？不回来，我就把你抓回来。那你可得把我看紧些，弄丢了可不好找。捆起来如何？捆腰锁。想再试试吗？你这手上是？这是吴相月的印记。是月相。嗯。看起来像是满月，但我更喜欢叫它望月。希望的望。是望穿秋水的望。吴相月的人都有吗？除了陆无一妹妹，人人都有。这个印记会生生世世伴随着我们。给。我听说吴相月的人手臂上都有一个吴相月的印记，为何你没有啊？因为我的月相是慧。慧？我看书上说，吴相月一共有7个月相：亏、望、下弦、残、峨眉、上弦、迎。没听过还有慧这个月相。因为夜里看不见月亮的时候，那个月相就是慧，所以我没有印记。哎，是后悔的悔吗？晦涩难懂的晦，但再难懂也没关系。有一个人，他懂我。哦，其实我也不是很懂你。我是说姐姐，她知道我手臂上没有月相，所以她说她送我一个。这个空心的玉珏，就像慧月一样。所以小维也有月相吗？小维自然也有。当年他为了找到恩人，在对方身上烙下了同自己一样的印记，这样哪怕恩人生死轮回，泯于人海，改换容颜，他也能凭着这个印记找到他。还记得向韦大人求姻缘符需要做什么吗？脱去衣卧，坦诚相见。所以，是为了寻找印记。时光哥哥真是聪明。那小维的月相是？亏，亏欠的亏。亏月，我好像在哪见过。
我在看花，你在看什么呢？之前我好多次发现你一直盯着花发呆。你很喜欢花吗？你很喜欢花吗？他们都喜欢金银珠宝、绫罗绸缎，可我只喜欢花。可再美的花也会凋谢，留不住的。正是因为留不住，才更美、更珍贵，不是吗？陆姑娘，我们真的不认识吗？我们应该认识吗？你手脏了，我帮你擦擦。陆姑娘，我再问你一次，为府之前，我们见过吗？我不记得了。陆姑娘，你心跳得很快，是不是撒谎了？我撒谎？你脸红什么呀？那你是承认了？那个时候你也背着这个布娃娃，这么大个人了，还玩娃娃的可不多见，想不记得你都难。它可不是一个普通的玩偶，它是我从小到大形影不离的伙伴。看来你都记得，可我对你的记忆却一直很模糊。这是为什么呢？送你一束没有枯萎的野花，不要再难过了。忘记我。可能是你见的漂亮女孩子太多了吧？哪有自己说自己漂亮的？漂亮，很漂亮。你不用自己说，我来说。正事儿不做，跑来这赏花玩布偶。你吓我一跳！什么时候跑过来的？你听到了多少？正事不是要等到晚上才做吗？对了，我真的有事情想请阿季帮个忙。你说。这个是小薇陷害我，引我去染房的字条。太可恶了！去看看这纸条上的字迹，有没有什么线索？你可真会差事人！你快去呀！那平时就这样。我从小呢，就在这玉棉湖边长大，这里有很多好吃的覆盆子，我一会儿摘给你啊。你是困了吗？还是不想听我说这些啊？不是，我讨厌血，不想看到自己受伤的血。
这个世界啊，乱糟糟的，好多东西呢，我也不想看。死亡啊，离别啊，受伤的动物，被山火烧掉的树林，等等等等，我都不忍心看。后来呢，我学会了一个厉害的法术。什么法术？把手圈起来，只看自己喜欢的。我都挑选好了，很甜的。给，送你一束新鲜的、没有枯萎的野花，不要再难过了。忘记我。为什么哭？我没有。那眼睛怎么红了？被一股刺鼻的香味熏了眼睛。戒灵，我还能再见到他吗？你不是说我就是他吗？我想见那个脸上总是挂着笑、温暖善良的戒灵。我是不是再也见不到他了？只留下背影，让人拥抱，看不见，听不到，只留了年少青春的苍凉，反复灼伤。
拜见龙神大人。龙神大人，是来问罪于我的吗？既知是罪，为何还要一意孤行？六木蝶告诉了我拯救族人的办法，他给了我希望，我只差这最后一步了。100多年了，吴志奇，你还没有放下执念吗？我只求龙山大人能再给我一点时间，只要能拯救族人，是生是死，任凭处置。我给不了你时间了，我现在就要收回龙神之力。十二念，杨无火果然没有骗我，罪者之血可以复苏现实。不可！姐姐已经回到圣泉了，在这里怎么还紧张呢？万幸今夜是15月圆之夜，我们被御界之力强制召唤传送回来，否则那个双花法师可不好对付。我倒觉得那个双花法师没什么了不起，要不是我妖力失控的话，他才不是我和姐姐的对手。不要轻敌，好吗？听姐姐的。准备开。
我在龙神殿的藏书阁里读到过一些零散的上古之事，说是这无相月和龙神一样，都是远古时代就有的存在。无相月属九尾狐族，受命于女娲娘娘，行走于世间，则万物之道，匡扶天地正义。都说无相月，非机缘不可窥见，非召唤不可抵达。这世间万象，皆有迹可追，唯有此处，无迹可寻。原来小维是因为叛出无相月，所以一直被寒冰诅咒追捕。看来吴望言他们俩就是被无相月派来抓回叛徒小维的。好了，我还有其他任务要做。诸位，请多加小心。没想到小薇这么狠心，骗我进法阵，做他替罪羊。可我是何时暴露的呢？你有对谁用过言灵术吗？姐姐是太久不见，认不出我了吗？原来是他。怪不得叫玉生为，还是舍不得那个“为”字。也许没有这么简单。我也曾对他使用过言灵术。安静。小维的言灵之术天下第一，若他真是小维，我那时必遭反噬。也许我们当时见到的玉生为是真的。你是如翠，时辰到了吗？可后来悄悄回为府的，就不一定了。或者，我对玉生为用言灵之时，小维也在场，被他发现了。你是玉薇。是啊，韦青、罗维、玉生为、柳为雪，你不觉得很巧吗？每个人的名字里都有个与为同音的字。刚刚谢谢你救了我，这些天肯定伤了不少元气，吃点核桃吧。举手之劳而已，戒灵法师无需客气。确实无需客气，因为也没救成，不是吗？还差点把自己搭了进去。真正救人的是我们石灵宗双花法师莫云滩。碧琪，不要再说了，给他留些面子啊。味同嚼蜡，唉，没有了味觉，这还不如让我死了呢。那你这个愿望马上就能实现了。如今已经失去了3感，再过2日，如果还抓不到小薇的话，4周世界必死无疑。
姐姐，爹娘是不是睡着了？我怎么叫不醒他们？你是人跟妖结合所生的后代，无法正常修行，无法控制狂性，长大之后必定危害人间。别怪姐姐。你是民间法师吗？我是狮灵宗法师，这里有个人和妖生的后代，很危险的。已经除掉了吗？只能这样了，不然等他长大以后，会不断伤害身边的人，自己也受折磨。哎，你怎么哭了？因为花哭了。虽然这个笑话很冷，但我还是笑笑。你很喜欢花吗？喜欢。花开花落，自是寻常，不要哭了。这世间啊，糟心的事情可多了，要把眼泪留给真正难过的事情，不然到时候哭不出来，就更难过了。我现在就挺难过的。那我带你去个地方，去了就不难过了。醒啦。该回韦府了。我们最后在韦府闹了那么大一出，这要回去，该如何面对武时光和丽姐呀？说不定又要打起来。你怎么故意不提纪灵？她嘛，很好哄的。你可别小看了纪灵，命定之人这4个字可不是闹着玩的。你是故意假装不记得他吧？姐姐，之前共享记忆的时候，我早就看到了。除了姐姐，纪灵是第2个真正让我感到开心的人。但就一点点。